来看看以色列吧。以色列现在说呢，他们对于真主党已经赶尽杀绝，同时呢列了这么一张图出来，讲到13个军事高层，这一些全部都被他们给击毙了，只剩下2个人而已。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当然啦，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战术了。真主党这边呢，现在是大规模的火箭群来回敬，而且直接射向海法。那里头呢也攻击了包括了城市啊、村庄啊、平民等等。所以纳塔利亚胡说，他们拒绝单方面的停火，要停火可以，你让我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边界要是一个缓冲区，有弹书的里面不可以有真主党的战士存在，叫他退远一点点。现在呢，其实大家就在讲了，真主党他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火力吗？还是说后面其实老大跟伊朗都在挺着呢？原因是因为呢，伊朗圣城旅的指挥官之前不是说被炸死了吗？后来才发现，怎么在德黑兰现身，同时呢还去参加了其他人的葬礼。这个画面呢会说话，这是真的他还是不是真的他？好，另一个事情呢，则是伊朗现在呢也被发现，他们的所谓设计的廉价无人机是不是真的也在以黎边境的一阵攻击互相往来当中，让以色列很头疼。10月13号那个时候不是说了，真主党有一架无人机竟然能够躲过所有的这个追查，进到他们军事基地里面，造成4名士兵死亡，超过60人受伤。以色列现在呢说都还在查到底怎么样躲过他们的监视系统的，但他们确信这应该就是伊朗这一边设计，然后呢给黎巴嫩、给真主党他们这边自行生产的一个廉价无人机。对于美国来说啦，他们其实最希望的就是什么？就是你要干嘛？你快一点，你做个决定，做个了结好吗？我11月就要选举了，现在10月15号、16号了，所以呢，美国媒体开始在讲，以色列可能会加快脚步，尽快的来报复伊朗，避免让他跟大选撞车太重叠，不要让这一些的问题干扰到美国的选举。而美国方面呢，也必须要做出一些态度。所以拜登政府呢，现在是致函以色列了，说必须要让加萨人道援助的车子进去，让物资进去，不然的话，他要断他的军援。真的有办法要挟让以色列乖乖听话吗？还是说美国也只是说说而已？原因是大家看到的就是美国继续的向以色列运输武器啊。口头上面说停火，但是呢，这些武器一直往中东这一边运过去。伊朗的讲法是说啦，以色列如果现在真的在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催促之下加紧动手的话，任何的攻击他们都将视为战争行为。换句话说，就是真的会用战争的方式强烈回应了。中东看起来剩下这半个月好像会烧起来，大家都不希望情势升温。也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这通电话，王毅呢跟以色列通话之外，他也跟伊朗的外长通话，强调的是什么？是中国到底能不能够在这边有个角色？好，因为他们高度的关注这个紧张的局势，希望大家慎重行事。先前他们在这里曾经促成了什么？曾经促成了沙乌地阿拉伯还有伊朗的复交，那曾经呢让这个巴勒斯坦好几个不同党派大家站在一起，有这么样的一个宣言。那现在呢，在这一个节骨眼上，它能起到什么作用？我们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是以色列强调的是我们很有战机，他们13个人已经被我们杀到剩2个。剩下2个，但是我觉得后面还会有人接上那些位置啊，因为真主党已经建立起他们的自动的这个接替的这个系统了。所以我们看到，当他的头号的这个领导人被杀了以后那第2号就上来了，第2号又被杀了以后，第3号就上来了。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几乎是无缝接轨了。所以我觉得杀不完的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伊朗，你看，当第一次的轰炸的时候，也就炸死了伊朗的一位副指挥官，高阶的一个军官也被炸死。这代表什么？伊朗实际上是有在支援真主党的这些人力的，也就是说帮他们培训干部，甚至伊朗也会派一些民兵的领袖，这些军官进入到黎巴嫩，到真主党里面来协助他们，那么指挥培训这些领导干部。所以我觉得以色列杀不完的。另外，您看加沙地区打了1年了，北加沙你已经控制这么久了，
也控制了1年，到今天为止，你的北加沙还是一样会对你实施火箭弹的攻击。这代表什么？代表你无法连这么小的一个加沙地区你都没有办法完全掌握，更何况整个有关于真主党的控制的这些势力范围。我觉得以色列，特别是内塔尼亚胡，你要承认你无法完全的扫清这一些哈马斯跟真主党，你没有办法的啦。那现在他想把这个北加沙饿死，叫做那个将军计划，这会引起全世界的公愤，而且这个账会算在美国人身上，特别会算在民主党的拜登跟贺锦丽身上。所以对拜登来讲，对贺锦丽来说，你看看贺锦丽现在的选举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他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他的民调一直在往下走，而且呢，他本身的话语权已经开始在流失了，因为他的重要的关键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现在反而是川普在帮他抢了话语权了。你看，几乎现在国际间也好，美国的媒体的报道，川普的话语权已经比贺锦丽多很多，这代表什么？代表贺锦丽的选举不利，美国出手了，美国就威胁以色列说，你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我真的会制裁你，我真的不会再供应武器给你。可是我们现在在看的是美国，你做得到吗？这个是一个马上会被考验的事。如果拜登最后没有做到，我相信这个对于拜登、对于贺锦丽、对于民主党真的是已经是很不利的。另外，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在中东地区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了。过去中东地区的混乱的时候，大陆哪有角色可言？现在因为美国完全偏袒以色列，伊朗断了所有的跟美国的间接的、直接的任何管道，没有了，完全没有了。俄罗斯完全偏袒伊朗，以色列跟俄罗斯也没办法透过俄罗斯来跟这个伊朗来沟通，对，两边都完全断了管道。那欧盟本身又不起作用，欧盟本身目前软弱无力，根本没有用。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外交部长主动的打电话给这个王毅，希望王毅出来斡旋。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重。另外一个部分里面释放出一个讯息，就是以色列也不想跟伊朗全面战争，伊朗也不想跟以色列。其实美国、大陆、全世界都不想看到以色列跟伊朗全面战争。可是看起来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又被他的内部的右翼僵在那个地方，说你不报复你就不行。可是你一报复伊朗，一定会反报复。那这个解该怎么做？我觉得目前来讲，大家都不希望战争，有讲是以色列跟伊朗，可是好像就走进死胡同，转不出来。但是如果就战力上面的话，我想要请教一下厉将军，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德国媒体的报道说，其实在这一回啦，廉价无人机可以直接进入到以色列的空军基地里面，而且还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他说呢，其实他们也蛮头痛的，甚至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次以色列来讲，我觉得他这次确实是踢到铁板了哈。后面来讲，他这个头洗下去怎么样收尾？我觉得很难。第一个来讲，战争形态跟前几次的这种这个以阿冲突来讲是完全不一样。以前来讲的话是纯粹靠这个空中优势的武力来击败这个阿拉伯这边周边的国家，但现在由于无人机舰的出现来讲的话，可能会改变整个战场的形态。那事实上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当然，我们不可否认，以色列它还是有很强的这种情报能力，跟它的空中的武力跟地面的传统的战力来讲还是很强。不然的话，它不会那么精准的这个暗杀了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么多个领袖，它都很精准的用空中攻击将它清除掉。不管是攻击的时间或地点来讲，都非常精准，可见它情报做得很好。当然，它的空中武力也确实是非常的强大。可是我们看到，任何一场战争到最后，你不能光靠情报战赢，你也不可能光靠空军力量，你最后还是要靠地面部队进入地面来这个做占领，才能够有效能够控制这个地方。但是以色列从他进入黎巴嫩的边境以后，10月1号进入到现在，今天是10月16号，已经第16天了。我们看他推进的只有几百公尺，连1公里都没有推到。尤其是更明显的是，他攻击了联合国在黎巴嫩的维和部队。那为什么要攻击这个部队呢？因为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这时候打黎巴嫩跟加沙地区不一样的是，有维和部队在这边。维和部队虽然说只是轻装武器，很简单的武器，可是他看得到，你如果在这边同样做出这种不人道、残害、无差别的攻击来讲的话，会被记录下来的，会被拍摄影片的，会被广传到全世界的。那个时候，美国跟他来讲就没有办法在不管是道德的制高点，会被全世界舆论所攻击的，所以他不敢做这种动作。当以色列的维和部队还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不敢贸然像在加沙地区做这么惨无人道的事情。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些维和部队所占领的地方都是地域的要点，譬如说道路或干嘛，所以纳坦雅胡要求你们向后退5公里，然后以便他的地面部队能够攻势进去。但是假日说，如果说维和部队不向后退来讲的话，我相信虽然说维和部队所占领的这些地点，他所有的武器装备是轻装武器，可是他如果说不退的话，你以色列的地面部队，你再强的武器，你从旁边绕来讲，攻势来讲，确实是会有造成他很大困难。到现在打了16天了，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他有很大的进展。当然，美国来讲有很重要的角色扮演。这个钞票跟选票是选举2件重要的事情。那犹太人是他们的金主嘛，是钞票嘛。但民意来讲的话，人道主义是选票嘛。究竟你美国到底是要钞票还是要选票？那有看这个拜登或者是川普或者是贺锦丽他们自己的这个智慧来判断。是，请教一下彬哥怎么看？美国现在当然陷入两难了，就是如果你不帮以色列，以色列如果遭受攻击，那拜登跟民主党就吃不了兜着走，贺锦丽就很难选。可是如果你帮过头了，让以色列为所欲为，让他在那边进行大屠杀，或者做很多犯了战争罪或不人道的事情，那民主党还是一样不用选。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他必须要拿捏的恰到好处，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以色列纳坦雅胡现在显然不是这样想。我觉得对纳坦雅胡来说，他大概想趁着这个机会，趁着美国大选没搞定之前，我先获得一些进展。那真主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正在帮他。为什么？因为真主党最近做出一些反击，确实也造成了以色列一些伤亡。可是这些伤亡，我其实有点怀疑啦，就是以真主党所能够掌握的无人机，不是很高阶的无人机，它是怎么样突破以色列的封锁？到底单纯只是一个意外，还是不是有人故意放他进来？我都在怀疑这件事情。因为以色列过去，你看他过去这1年多，遭受到哈马斯也好，或者真主党当时也不管火箭弹或其他的攻击，他很少出现这么严重的伤亡。对，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当然，以色列说他现在正在查证，但这个可以对以色列内部的一些反战情绪做出一些安抚。也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已经受伤，因为人家已经打到我们的家园了，所以这时候在反战好像就变成道理上有点站不住脚。这可以让纳坦雅胡可以凝聚他继续去进攻黎巴嫩的这样的一个名气。那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能够不帮吗？你看，美国表面上是谴责啊，说你如果再不做人道处理的话，我就不支援你了。但是我就帮纳坦雅胡说吧，你美国敢做吗？你敢不支援我吗？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嘛。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这场战争至少在美国新的总统选出来之前是不会停息的。那至于说大陆现在努力想要进入斡旋，当然它是受到这些中东国家的请托。可是我必须说，不管中国大陆目前在中东的势力有多强大，这个东西不是它现阶段可以解决的问题。就跟乌俄战争一样，当双方自己本身都不想停下来的时候，中间的人你再怎么讲，其实也是白搭。其实呢，回过头还是当事人。那这个当事人呢，距离我们很近啊。大家可能最近呢，甚至我还看到有说出团，现在有的人会开始思考一下，到底还要不要去玩。这个是南北韩，北韩现在呢说开炸了，把两韩的连接公路、铁路都给它炸掉，甚至呢直接看爆破画面。那个时候呢，这个爆破画面让大家看到了再见标语，让大家就开始来讲了，他炸的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是京义线还有东海线的2条公路。那当时呢，南韩的军方公开画面，道路旁边的蓝色路标写着再见，就你画面当中右手边那个写着再见2个字。那大家就开始在讲了，这个是代表他们前线真的即将要开战了。好啦，南韩这里呢说他们要反制射击，可是问题呢，在他们边境这边也是有住居民的，所以居民这边呢其实是蛮
紧张的，甚至呢还有人呢是有被撤离。那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在38度线这边，北韩军队传出是有大量的集结。金正恩现在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动作？有一个说法说是因为传单，好，这个不知道真的假的。北韩呢，他们称说是南韩的无人机，他们去喷洒传单，结果传单的内容呢就长这样，里面写什么？写说只想中饱私囊的金正恩，上面呢还有金正恩戴这只叫名表哈，还有他的女儿穿迪奥大衣，就名牌大衣的图片，然后就讲啦，现在两国之间的农作物收入的差距啊，北韩经济地狱等等等，那营造一个就是金正恩到底有没有把人民放在心中这样的形象，好像说他是一个昏君，让金正恩很生气，所以现在才会有这样子进一步比较激动的举动。但其实啦，最近你也隐藏看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先前他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炸铁路、炸公路。为什么？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一个逻辑说，有可能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象征两韩之间的合作、和解，通通都给他炸掉。原因是因为呢，这个道路其实说是南韩当时花了1800亿韩元去打造的。那现在2020年那个时候，金宇镇一样是不满说脱北者团体飘传单过去，然后所以呢就开始两边就是状况就不好啦。那可是现在呢要炸公路要炸铁路，南韩这边的军方他们的观察是，北韩它虽然炸归炸，没有使用大量的炸弹，爆破之后呢也只派了2台的重机到现场来撤除瓦砾，所以他认为炸假的。不是真的让它不能用，而是要让它有个爆破感，让大家说哦，我们真的是强硬的回应它，然后呢，在它的内部达到一个安定、稳定民心的作用。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看得出来是朝鲜半岛的局势确实升温了。原因是因为呢，两方的战斗部队都集结在38度线，直升机啊、坦克啊、导弹啊，通通都来了，还叫大家呢来这边没事。不要来。那北韩这里的接连动作也让美国发声，希望呢停止这一些冲突的风险行为。可是美国没讲话还好，一讲话呢，大家就会发现美国这角色还真在呢。因为川普呢在最新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怎么讲的？他说南韩是赚钱的机器，还要说我当选之后，我就会要他们每一年付100亿美元给我们美国大兵，毕竟我们在那边有驻军。大家就开始在想，不对啊，南韩不是他们重要盟友吗？现在还希望他们帮忙修船等等。那这样的一个说法，跟想要跟他好一些些的这一些亚太盟友、印太盟友们心中又会作何感想？特别我们台湾，好啦，朝鲜半岛紧张情势升温。俄罗斯也表态了，你会问跟俄罗斯有什么关系？有啊，他们今年呢签了一纸协议，那协议叫什么？叫任何一方呢，如果受到侵略的话，彼此必须要互相帮助。措辞呢非常明确，俄罗斯说我们没有必要再厘清了，当时讲的就是那样。那如果说呢，两边真的打起来的话，哇，那是不是就表示这边俄罗斯也会加进来，那就会直接在这里砸锅了呢？美方这里呢，他们当然是会很担心啊。同时，朝鲜半岛的局势，中国其实也是很在意的。中国的讲法是，他们认为局面可控，而且呢，他们也说了，北韩呢应该不想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也就是说，他们是逞一时之快，要逞一时之勇吗？这边打一个问号。原因是因为美国，他可能只是想要让美国国际社会意识到拜登的北韩政策是错误的，给新上来的那个人给他一个方向，但是他们其实没有真的想要让他不可收拾。到底他的这个局势以及他的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请教赖老师。这个当然对于朝鲜来说，因为它发展核武的关系被制裁啊。那美国的制裁除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以外，它联合了韩国、日本一直加码。对，所以朝鲜事实上是被很严重的孤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因为制裁，所以它的经济的东西不能够跟国际社会有所接轨，它的经济的状况并不理想，它一直想突破。过去文在寅的时候一直要缓和两韩的关系，然后也要解决这个核武的问题。事实上，经过了5年的努力，有很多的改善，有很多的进步。可是尹锡悦上来了以后呢，他的这种仇北韩的朝鲜的这种态度太强烈了。然后我们看到拜登对于朝鲜一直希望说用这个核武的方法来引起
拜登注意来去谈判，也就是重新回到这个核武谈判的这个部分来解除制裁。那拜登是故意无视他，故意漠视。那我们就看到两边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的，也就是南北韩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接着导火线就是来自于空飘气球，这个尹锡悦管不住啊，而且也不想管他们的这些脱北者跟反朝鲜的这些人，然后把这个气球飘到朝鲜去，朝鲜就回以颜色，丢大便丢垃圾，就粪从天上来。那这个对韩国人来讲，觉得是很困扰也很侮辱，所以彼此之间一直在加码。前段时间还设这个新战喊话的广播站，朝鲜说我把你轰掉，这样的一个情形，两边剑拔弩张，越演越烈。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常常会感受到，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台湾管不住台独的嘴一样，那张嘴管不住，520去讲一句话，搞得两岸关系紧张。10月7号又讲的话，又两岸关系紧张。现在10月10号又讲，那张嘴管不住，实在是很麻烦。就好像尹锡悦也管不住自己的嘴，不断的挑衅朝鲜，也管不住空飘气球，不断的挑衅朝鲜，两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么到现在，其实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为什么？因为大概只炸了75公尺左右。对，其实要恢复很简单了。再重新盖一下，就修一修就好了，那很简单的事。但是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象征性，而且是贴近在这个非军事区里面的爆炸。这当然就引起美国的焦虑了。为什么？因为也看得朝鲜的军力在增加了，而且昨天有140万人的年轻人，他们要加入这个朝鲜军国防军，那么要愿意赴战场，这个好像已经在进行一些政治动员，这些动作都拉很大的时候，当然就会让美国的焦虑越来越大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在选举期间爆发这个东北亚的战争，或是局部性的冲突也好，那这个对于韩国的股市、对日本的股市、韩日的股市一旦受到冲击，经济一旦受到冲击，现在韩国经济很糟，日本的经济更糟。两边一受到冲击，你觉得台湾呢？三角轮动啊，接着就轮动到太平洋的另外一端。那美国的选举怎么选？根本不要选了。我觉得美国的焦虑也是很自然的。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又传出一个更不好的消息，就是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有关于俄朝的协议的问题。据说那个协议已经经过俄罗斯的杜马，就是他们的国会通过了。现在送到普丁的办公桌了，普丁只要签字就立刻生效了。那很明显的，朝鲜的军队想要获得实战的经验，俄国需要朝鲜的军队，来去介入乌战。各位想想，如果真的有1万人、2万人的朝鲜的军队进入乌克兰的话，他们获得实战的经验，那未来在朝鲜的战场中，这个不得了，他战力会提升。二方面，是不是也帮俄罗斯解决乌克兰的乌克兰的兵力短缺的问题？这个对于乌克兰的战争也不是一件好事。听起来就是一个联动性了，以为呢只是在太平洋的这一岸，没想到呢它已经跨过了一个大陆，然后呢到了另一端去了。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恶性的联动、战争的联动会到什么程度？我们等等广告回来继续来说。我们说，在太平洋这边，大家很担心的是南北韩朝鲜半岛会不会真的开火？请教李将军。我觉得是不会啦。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这样发生大概就是这个金正恩，因为他们前一阵子国内疫情爆发之后，他再加上被国际的制裁，所以经济状况非常不好。那我觉得他会有这种事情来讲的话，这个是转移人民的一个注意力，转移他的压力。你看整个事情过程是怎么样？一开始就是这个北韩先对人家放一些这种空飘气球嘛，去骚扰南韩，那南韩就受不了了，南韩受不了就要反制。南韩其实我们讲其实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们来讲武力来讲，我也不会比你差，对不对？他就不吃这个闷亏，那他就用无人机，对不对？发射到那边放那个传单，
然后其实我觉得他放这传单，你看他传单内容写得非常好，真的一针戳中金正恩的痛处，就是说你疫情不好，你国内经济不好状况下，你还过这么好的日子，所以这一针真的戳到金正恩。那金正恩知道这件事情对他的这种打击很大，民众对他来讲会引起民众的反感，所以他必须要有更大的动作。那他就在这边炸这个铁路，做这些动作。我觉得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那我们特别来评估这两个国家，如果纯粹就军事武力来讲，万一真的打起来，有没有国家这到底南北韩来讲的话，谁的胜算比较大？我觉得这很难讲因为现在来讲，如果说以传统的武力来讲绝对南韩是绝对优于北韩的，因为它不管是各型的坦克或者战机包括 F-35它都有，然后尤其它还有美军住在这个地方，那对北韩来讲，军力上面是绝对优势，但北韩它有一个特别的优势的地方，大家都不知道它什么特别优势。它炮兵多，它炮弹多，它炮兵有上万发，而且这个首尔是整个在它的炮兵覆盖之内，也就是它上万门的火炮全部都可以打到首尔市区里面。那你想想这种威胁有多大？它本身就是大炮兵主义的国家嘛，它炮弹多到可以去支援俄罗斯，大家不要忘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说是双方首胜。以传统武力来讲的话，一个是有地理上的优势，一个是有传统军力上的优势。当然，对背后的各自老大来讲的话，不管是美国跟俄罗斯，也都有各自的老大在支持。那不要忘了，北朝鲜它还有核子武器。但是我觉得这个美俄两国来讲的话，应该来讲，俄乌战争那边已经打得差不多了，这双方来讲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再让他们这两个国家发生冲突。尤其是说，我们看到发生冲突的原因，也不过就是因为自己金正恩在国内经济上面状况不好。那你在这方面，如果说让他有一点方便来讲的话，给他金正恩大概也是想要利用这机会跟国际要一些国际物资能够支援他，让他老百姓可以在经济上面可以获得一些缓解。大概这件事情就会看到落幕了。是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彬哥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要请彬哥总结。很多人在想现在美国到底有没有办法同时应付乌俄，然后以色列这边，然后南海、台海，甚至两韩这边的局势？美国当然不希望让自己落入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有一个人会希望，谁？普丁。普丁会希望他落入这个状况，所以大家不觉得俄罗斯对这件事的回应很有趣吗？他说任一方面临侵略时会相助，措辞明确无误，无需厘清。他这句话讲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他早就知道金正恩要这样做我觉得双方是有个默契在这边的，因为他也知道金正恩应该不太可能直接对南韩产生攻击，但是他可以产生一种威吓的态势。那一旦造成紧张的时候，你美军就不得不回防，因为你对整个东北亚，不管韩国或是日本，你是有承诺在这个地方。你美军的兵力现在已经够分散，你现在就更没有办法集中到乌俄或是到以色列这边去，这样对俄罗斯的整个战略布局是非常有利。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北韩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个默契。那这样子，你美国就算明知道，你也没办法，你还是非得面临这样一个状况。那对北韩来讲，他现在国穷民困，他要积极在外面开拓。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的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资深媒体人谢汉彬。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我们讲到了这真的可行吗？我们的经济部长呢前几天去到了智库，突然之间讲了这么样一句话，叫做说要到菲律宾去设电厂，把绿电带回台湾。那听起来呢，他的讲法是说新加坡都可以跟澳洲买电了，我们跟菲律宾那么近，为什么不行？但为什么是在一个印太战略智库成立9会的时候讲这么重要的一个政策？这个智库到底是什么？后来才知道这个智库呢其实是有很多的美国啊、日本的驻日代表等等，大家都有来耶。
主办人是谁？是这一位日本产经新闻的前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他所成立的。总统府这边呢，还特别派了副秘河之伟去，然后甚至呢外交部啦、台日协会啦、AIT 鼓励研也都有去哦。大家就在讲，是在帮这个智库一起来赞虾吗？讲到了石坂明夫，其实呢他的成长的历程也蛮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呢他是出生在中国的天津，然后呢后来15岁才离开中国，然后呢去到了日本就学，后来进了产经新闻当记者之后，是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的时候被派来台北的。之后呢就很常上一些绿媒来发表一些高论，同时呢也因为他的母语虽然说是日本人，但他母语呢，因为15岁之前都在中国嘛，所以母语算是中文，后来才开始学日文的。他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也特别有提到这么样的一段，所以呢，他的身份很多人就在讲，基本上很符合那个抗中保台的主概念。那如果说呢，他来成立这样一个智库的话，大家就想知道说，这个智库其实呢，它应该会有蛮有论述的，在这样的一个主政的这个主持之下，提到的智库，大家都在说了。过往呢，其实在国外也有很多外国人在当地成立智库，比较有名的是谁？在美国这一边，当时呢，郭文贵成立了智库，结果后来呢，被说是以反共为名，甚至还被说是有诈骗人家的钱，高达10亿美元。然后因为这样子而可能的被起诉，甚至可能会被关数10年。在台湾这一边呢，过往也有这种就是比较偏政治，然后后来有吸金的案例，可能就是台湾民政府了。那个时候呢，这个首脑在审判的过程当中还死亡，然后引起了很大的一个政治的波澜。大家就开始在讲了，其实呢，在台湾这一些相关的政治立场，这一些大家都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抗中保台的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啦，原因是因为呢，比如说现在这一位被国台办点名台独顽固分子的沈伯洋，他突然之间讲说他呢不是黑熊学院的负责人，那他后来改口了，他说我本来就不是负责人啊，我是创办人。他提出来呢，只是要证明国台办的事实查核能力有问题而已。但是如果是他跟黑熊完全没有关系的话，有粉专就直接讲啊，说会不会其实像人家那种8大也都是找人头去挂名负责人等等等，真正出钱的老板会隐身在幕后呢？其实呢，在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上面，在赖清德讲出了113年之后，也有人在说啊，比如中华民国不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还没建立，这些比较台独派的人没有办法承受或者没有办法来接受这种祖国论的讲法的时候，大家就会说这个认知上面，这个论述上面是不是逻辑会有些问题呢？抗中保台现在对于一般的家长来讲，最在意的真的就是这一件事情了。最近有很多的高中生爸爸妈妈收到了那一张纸，要你回填，填什么呢？填高中发的这个服勤同意书，表单上面呢都没有提到战争，全部都跟防灾有关系。但是去询问之后，法源依据竟然就是来自于《全民防卫动员法》。大家就在讲了，陈平时期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呢？好，郑英耀我们的教育部长说，是因为基本上啦，全民国防人人有责嘛。但是我们现在呢，都跟战争没关哦，我们现在都是朝着防灾这个方向在做预备，在做准备啊。如果真的打过来怎么办？就全民国防人人有责啊。那我们就要问，不对啊，可是有的人的小朋友在国外，那要怎么样叫做人人有责呢？那赖清德的儿子现在又在哪里呢？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到底是不是会上战场？校长告诉我们不会让小朋友上战场，只是真的打起来，你不也说了全民国防人人有责，有所谓的分前线分后线吗？台湾就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弹丸之地，真的有办法来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后果结局吗？现在呢，在对岸的军演过后，也看到了很多，譬如说偏绿的媒体会讲啊，就酸对方啊，怎么那么快啊，等等等。但是啦，大陆学者是怎么看的？他们说让人想起了毛泽东的3句话：第一叫不打第一枪，退避3舍；还有来而不往
非礼也。他们强调，北京并不是会主动发动攻击的，但是呢，台湾如果一直挑衅的话，那就有助于在政治上头让他们保持一个主动权。美菲呢，基本上这几天看到了他们的一个动作，叫做他们展开了一个10天的联合演习，是海上战事合作。只是这样子，在吕宋岛北部这边的合作之外，他们单方呢，比如说菲律宾单方也都特别强调，这跟台海没有关系哦，我们做的都是一些防灾的演练，这个不针对任何一方。但是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就要问，现在中东有问题，现在俄乌这边有问题，如果日本这里有问题，台海这里有问题，甚至南海这里有问题的话，美国真的有办法五线作战吗？而且背后对的其实又可能在这边是中俄连线的问题。好，张又侠呢现在见了俄罗斯的防长之后，他们强调双方要加强军事合作，同时呢，真的有问题有状况的时候，我们能够期待美国人吗？川普的一个最新回应说，他如果选上，中国就不会侵台。但是到底会不会出兵捍卫台湾？再一次的讲说，我不会告诉你真切的答案，因为这个不回答假设性问题。请教一下彬哥，因为现在在军演过后，大家所担心的就是台海之间的状况，但是呢，另一个则是封锁起来，我们的能源怎么办？当我们的经济部长提出要到菲律宾来设电厂，把绿电带回台湾，可是在印太战略智库成立酒会的时候讲的，大家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在这个场合？大家知不知道云豹能源早就去菲律宾了？所以呢，这是在干嘛？这是在帮云豹能源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又可以接台湾的电力的能源的这个生意的一个机会，就是这样子而已。因为它的构想是来自于新加坡向澳洲，他们现在正在研拟在设这样子从澳洲一路牵电缆牵到新加坡，牵4800公里。可是这都只是一个规划中的东西，因为做成他们估计最起码要2030几年以后，那到底真的是不是能做成还不知道。但是双方正在积极推动这个东西。那可是我觉得郭智慧最好笑的就是，第一个，这东西你真的经过详尽的评估跟规划嘛，根本也没有。然后呢，他在上面就直接讲说，这个电力一定会比我们在台湾自己发展这个绿能还要便宜。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如果你从菲律宾千里迢迢沿着海底电缆把电接到台湾来，中间的耗损啊，什么东西成本都不谈，然后结果它居然成本还比在台湾发光电低，那只证明了一件事：台湾这些光电业者在 A 钱嘛，不就这个意思吗？不然的话，它怎么可能会比你拉了上千公里来，居然还比较便宜？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郭智慧你在证实，现在民进党就是在图利这些光电业者，这些光电业者正在 A 国家的钱吸纳税人的血嘛，不然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他今天赶快道歉啊，说啊没有，他以为自己还是董事长，不应该这样谈。所以我是早在郭智慧上任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做3个月就好，不要再做下去，再做下去你自己会很难看。那你现在坚持要做下去，你只会让自己更难看而已。当大老板多好，何必搞这种事情？那石板民夫也是一样嘛，他现在也是在干嘛？他也是在赚抗中保台的钱嘛，基本上就是这样。这些人都是看准了这个商机啊，包括曹兴诚，包括沈伯洋，无一不是。大家都想借这个抗中保台来创造自己的声量，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就是这样子的东西而已。好笑的是，这个印太战略智库，它成立马上公布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对日本做的，结果呢，发觉日本多数人是希望到时候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是美国会来救。那日本人呢？日本人在后面支援就好，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事实。我觉得这个民调做的挺好，这也是客观事实啊。为什么台湾有事，日本就要有事？谁告诉你的？为什么台湾发生战争，日本就要去打？这已经是他们的民调里头显示，台湾对日本来说是整个亚洲他们最亲密的国家，他也不过是这样认为而已。所以你就知道外界是怎么看台湾的。那至于沈伯洋跟曹兴诚这些人被列为所谓台独顽固分子，老实讲啦，我是觉得你也太抬举他们了啦。这几个只是小丑生意人在赚钱而已，根本也不是什么真的台独顽固分子。但是好笑的就是沈伯洋讲这个是对的，他不是黑熊学院的负责人。然后我去查了，黑熊学院没有负责人，
所以大家都不想负责，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钱另外有人收嘛，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吊诡。实际上，沈伯洋在当上立委之前就已经辞掉了他的这个黑熊学院的职务，所以你看这些人都是把这些东西当跳板，然后钱还是要做，还是要收。那至于吴欣岱这个说法，中华民国不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还没建立，漂亮，这是史上第一个先国家而生的人。这个非常厉害，干得好，继续维持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人每天在胡说八道，包括我们的教育部长都在鬼扯。真要讲说全民国防人人有责，那你就是要我们上战场啊，不然什么叫全民国防？然后你又告诉我说这个学子不会让他上战场，请问一下，战场在哪里是由谁决定？以美军现在的战略来看，一旦开打，你家就是战场啊，你还怀疑吗？所以我们人人都在战场啊，这有什么好讲的？所以我必须说，台湾今天已经被带到一个很恶劣的情况。可是，如果赖清德你真的想要走向火车对撞，你真的要动员人，真的要让大家战备，那你就明讲啊！明明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你又不敢讲，根本就是死了一个。我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哈，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当我们在讲抗中保台的时候，看到了这一些新闻，然后对于家长最不能接受，就是这个时候突然发了一个所谓的服勤同意书，然后又说不会上战场，这个逻辑很错置啊。这个很怪。对于未成年的孩子因为这些高中生、高中职的学生，他们都还没有成年，都18岁以下左右。那未成年孩子，你为什么要他来表达他的自己的要不要上战场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是太残忍了。我不晓得是教育部是哪一个官员干的这种事，而且要全台湾，而且台北已经马上就做了。台北市的教育局，你应该有点担当吧？台北市的教育局，你应该表达一点意见吧？你的长官要你做这个调查表，你就做吗？你要把我们台北的孩子都送到战场去吗？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未成年的小孩，他是不是应该问一下他的家长？未成年的，他的监护人要负责任的，你有没有问他的家长，他同不同意啊？我觉得都还没有问家长就要孩子填，这个每个学校、教育局、教育部全部都要就责的。我觉得台北市议员也要站出来，整个立法委员徐小清做得对啊，就直接质疑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可以做这样意向调查吗？你要经过他家长同意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要解决的，这个要就责的。因为怎么可以让未成年的孩子表达他要不要上战场？我觉得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啊！第二个，你经济部部长，你跟菲律宾讲过了吗？你跟他有协调过了吗？意向书有签了吗？还有就是你在菲律宾，你选址已经选好了吗？菲律宾翻来覆去，小马可斯刚上来的时候，不是马上就到大陆去做国事访问，而且跟大陆不是签了一堆合作的协议，然后回来以后说翻脸就翻脸。那我们今天钱可以这样子扎吗？还有，到底成本多少？土地在哪里？然后整个开销在哪里？我们要负的责任义务在哪里？菲律宾你要供应它多少电？有多少电才能够输送回台湾？你到底有没有？你什么调查都没有？你是一个部长你是一个这么大的官，你要做任何一个决策，有没有整个都研究调查清楚？而且经过双方的协商都没有的话，你可以就信口开河啊。另外，石板民夫你成立的这个印太战略，我还是要问钱哪里来？我觉得要透明化而且如果是从我们台湾的外交部资，立法委员要把这笔钱看好。我们中华民国的钱怎么可以给外国人拿去用？我觉得这笔钱，如果是从国安会用机密预算资，我们立法委员更要把这笔钱看好。我们的钱给外国人拿去花、拿去用，而且找的全部都是仇中、反中、抗中的人，这一点我们要就责。如果哪一天国民党再回来执政的时候，所有的当时的官员搞的对台湾的伤害的，全部都要就责。我觉得，而且要终身就责，你不能让他们逃过这一些，把我们的钱拿去给外国人花，这岂有此理？我觉得这简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事情。我觉得有关于曹兴诚跟这个沈伯洋被制裁，
敢做你就敢被制裁嘛，怕什么呢？有什么好在那边焦虑的呢？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这个时候说你跟黑熊学院没关系，你就有关系嘛。全世界都知道你有关系嘛。当初收很多钱啊，开了很多的班，那么收很多的费用的时候，你什么样有没有分到钱？我觉得你把你的财务状况跟大家报告一下。黑熊学院当初开了这么多的班，拿政府这么多的标案，收了很多的钱，你有没有分到？你有没有用到这个钱？如果有，其实你很明显的知道，你就是透过黑熊学院才有今天的这个官嘛。如果你没有黑熊学院，你有今天这个官吗？好处你要拿，然后出了问题了以后，自己撇得干干净净，这不是英雄吧？这应该是另外一个熊吧？来请教一下厉将军吼，原因是因为呢，当我们看到了这对岸的再一次的所谓联合利剑 B 的军演之后，然后美菲陆战队也展开了10天的联合演习。当我也特别看到了菲律宾这边他们的强调跟台湾问题没有关系，你怎么样来看美国这里的动作？这个美国哈，我们看到他在美菲这边演习地点叫吕宋，那我不得不跟刚才这个我们经济部长要在菲律宾这个盖这个绿能的电厂联想在一起。大家想想看，你这个绿能的电怎么样送过来？大家不要忘了北溪2号是怎么被切断的，对不对？胡塞组织轻而易举的就切断红海的4条的电缆的缆线。那如果说是我们真的绿能的电300公里从那边送过来，我们先不光讲这个成本多少，那你怎么样维护你的安全？这次解放军的这种封港演练，就是要封锁我们台湾的天然气的进口。那我试问各位，是封港比较容易，还是直接切断这种海底供电的电缆线比较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赖政府做任何事情哦，感觉上面各部会都是各吹各的调，都没有协调一致，然后这个讲一句，然后大家就开始这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说这个高中生服勤发同意书，我觉得这个教育部长，你今天是身为为人师表中的师表，你怎么可以说谎呢？我个人在台湾服役这么多年，所有大小的风灾、地震，包括空难，我都参与过救灾，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次有高中生来参与救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难道为什么会叫高中生来服勤呢？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赖清德你之前讲了一句话，你要社会防卫动员韧性，要动员40万的这种民力。那我试问你，这40万的民力你从哪里来？这个年轻精壮的都已经在部队服役了，警察、消防人员也已经在就定位了，然后后备军人也必须要动员到第一线去担任服勤任务。这时候台湾剩下什么样的？还有40万的人力可以用吗？只剩下唯一可以用的就是老弱妇孺。那这些这个孺就是指什么？就是高中生嘛。其实高中生最好用嘛。为什么最好用呢？因为他本来就是各班成各班各建制的嘛。建中你们负责支援关渡旅，对不对？北一女你负责在台北市开设这种急救站，负责包扎。很简单，马上叫学校的老师就带去做这些动作，最好用。但是道不道德？如果这些孩子都没有经过训练，你贸然叫他去，我以一个部队指挥官，如果我在战场上的话，那如果说这些学生过来，对我来讲是负担呢，是累赘耶。为什么？因为他都没有训练过，都没有教会，结果我变成我还要腾出人力来教他们怎么样卧倒，怎么样掩护，对不对？然后他在这个壕沟怎么挖，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这个靶场上面一个伞兵坑，你要怎么去惊死他都不知道。那你变成还要腾出人力来这个教他，还要去保护他。万一他受了伤，你还要把他送回去。所以我觉得哈，这个不教而伤诲之念，这你怎么忍心做这么不道德的事情？然后因为你这个赖清德贸然的一句话，40万的人民力，你现在发现你讲这句话是讲错了，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找出40万的民力。我讲的是年轻精壮可以打仗用的。那在这种状况下，你只有动员这些学生，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事情。是，其实呢，战争大家要看一看，线下就2场战争正在进行，想要变成这样吗？没有人想要吧？和平应该是大家最大的一个公约数。